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频道，我是杰克，我是维尼。那么今天呢，算是一个比较 casual 的影片。那其实维尼他做这个 property agent 差不多有要近2年了，对不对？2年出啦。认识我们的观众都知道，多数呢，我是以一个 marketer 的角色，算是他背后的男人吧，就是在他背后帮他做一些 marketing 的东西。讲真要在外面跑，在外面去见顾客呢，都是维尼本身会下去的。我是在一些比较，他觉得如果那个顾客有一点点不可以讲奇怪啦，就是如果是男人的顾客，如果还有那个警戒心的话，他就会叫我陪他过去。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你们分享的就是他在这一行里面所遇到的一些顾客，就是来跟我们讲一下顾客的类型了。这支影片的用意呢，就是想跟大家讲我们是怎样的 property agent， 我们想遇到的顾客是什么类型的，不代表全部顾客都是这样子啦。不过其实在 sales 这一行业，什么样的人都会有啦，尤其在 sales 啊、服务业啊，好像我跟杰克本身都有在服务业里面工作，奇奇怪怪的人都有啦，有好的有不好的。这支影片用意呢，就是跟我们讲我们想要遇到顾客是怎样的类型。当然如果你们是另外一些类型，就是我们不想遇到的话，你们可以去找别的 agent， 因为别的 agent 可能他们会想要 entertain 类似这样子的顾客，但是我们不想，所以我们就做一支影片跟我们讲我们遇到的一些顾客，他们的行为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这样子的这种感觉啦。那我们就先来问一下维尼啦，你觉得啦，在这2年多里面，你最想遇到的顾客是什么类型的？就代表我自己个人的立场啦。有谁不想要遇到一个很好的顾客嘞？很快可以做决定啊，不要拖拖拉拉。我懂买屋子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啦。Of course， 那种比较好讲话的，不是那种 nasty 的顾客就好了啦。最主要的就是好沟通哦，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做决定很果断的那一种啊。对我来讲啦。这样子的话，可能你会不会要给自己一个 range， 这样子可能顾客在什么时候没有给你 reply， 然后你就觉得算了。OK， 因为有时候是需要 follow up 的，可能没有他要的 unit， 财务状况还是 profile 不够美，需要一点时间去 build up， 要看多久咯。如果是讲需要好几个月的，我就先放住咯，年过后等差不多那一段时间到了，我再去一个 courtesy 的 message 问一下啦。如果那一些可能需要几天的，我就等几天过后我再去 follow up。如果你没有给我 reply 就算了。就讲通常我们会比较 prefer ready buyer， 就是讲我已经自己有做了一些 research， 然后决定了就是在近期要买。如果你们的 profile 是属于比较想要探听一下，我们也是可以会带你去看房什么之类，但是你要跟我们讲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 arrange。因为其实做 sales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 customer profile 的，可能这个近期就会做决定。我们当然会放 first priority， 因为怎样讲做 sales 都是要赚钱的嘛，你们也是知道的。不是讲需要很长时间来做一些决定的话，我们就不会 entertain 这样子的 customer， 不是，而是我们会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安排。对，也希望你们能了解啦，因为我们真的是要赚钱找吃的，而不是 provide 那种真的是 free consultation， 你就只是纯粹来温爽的。如果你一天里面有差不多5个这样子的顾客，纯粹就是来温爽的，这样我很多时间都会被吃掉，就会忽略掉我那一些本来应该要去 priority 的事情这样子啦。当然我们是已经有 template 啦，就是会直接 send 给你们。如果你们这是要 project 的一些 information， 我们会 send 给你，就是希望你们会自己去做一些 research 这样子啊，可能去到他们官网去看啊，还是怎样，而不是一昧的这样子就问进来。其实这些答案在官网上面都可以找得到的，所以自己会做一些 research 是我们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有心要买的 buyer 会去做的事情啊。如果没有心要买，只是纯粹就问一下，讲现实一点，就是没有必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就拿我自己本身 as 一个 consumer 的角度来讲，我要去买一样很贵的东西之前，我都会先自己去做一轮的 research 先的，就是先自己 online 去找答案。我真的找不到答案的话，我才去问。而且我问的时候，就是当我有心要买的时候啦，因为我也不想要浪费人家的时间。因为通常那种很 general 的 example， RTS 有多少个站啊 ？RTS 的位置在哪里啊？这个其实你 online Google 你早就找得到了。
了。有人问咩？有很多，超级多人问 RTS 有几个站啊？距离 JB Custom 有几远啊？RNF 去 RTS 的那个路段几远？其实这些你在 Google Map 那一边你就可以找得到你要的答案了的。其实 OK， 可能往好的方面想啦，你就 take it as 他们要跟你聊天就好了啦。OK 啦，好啦，我就当做是交一个朋友啦。OK， 这样子哦，你有没有遇过最恐怖的经验？最恐怖的经验，其实我有 share 过在我的影片了的，就是遇到猥琐男啊。可是好彩是没有去 meet 到他，对不对？对，因为有一天他问进来，就是问我要看一间二手的 unit，OK，我就跟他 make 个 appointment 咯。所以当天在去之前早上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问我你可不可以帮我用你的嘴巴去吸出来。用嘴巴去吸出来我吸。就 stun 了一下啦，我开始有点 get 不到，因为我根本没有 expect 到他会有这样子的 request。几岁啊？我不懂他几岁，但是我听他的声音就是一个安哥来的。我跟你讲哦，下次你遇到这种东西，就是你约他出来，你讲哦 OK 啊，我会去见你，然后你叫我过去。希望不会有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啦。希望不会有啦。所以我在看二手房的时候，我会特别小心啦。可能如果有一些人啊，他们会以这样子的一个名义去约一些 agent， 因为讲着他也是有从他的同行里面听到一些故事，然后那件事件是怎样 close 掉的？我 block 掉他咯，他没有在 WhatsApp 那边留下 black and white 啦，所以他很聪明。OK 啊，如果是有 black and white 的话，我早就拿去报警啊。我跟你们讲啊，如果你们有看到这个影片啊，你们这些变态佬啊，你们要找 agent 做这种事情，倒不如你们自己在家自己解决不是更好啊？要不然你们就去叫急啊。对呀、哦，自己给钱，我觉得他们要找免费的，真的是。没有啊，他们就是讲可能如果我帮你的话，我就跟你成交咯。哦，还有这样子的操作啦。其实我没有遇过，我也是第一次 I 遇 mean， 到。如果在业界里面有这样子的嘛，好像跟你做啊过后，来那个 buyer 就跟 agent 买。这个我就不懂啦，因为其实你每一行业都有他自己的黑暗故事的。OK， 这个就是潜规则啦，可能是有我们还没有遇到，我们也没有听到真正的例子。我自己本身也不是这样的人。这样子，你有没有什么最讨厌的顾客？在这1-2年里面，第一放飞机咯 ，of course 就是临时临急，我到了那一边你才跟我讲不能来，或者是到了那一边你才跟我讲你会迟1-2个小时。可是这些也是避免不了的啦，就是没有这样讲啊，我不觉得是避免不了嘞。没有，应该是讲，就算我现在讲了，我多不喜欢这种人，可是还是会有这种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啊，这种是非常正常啊，不只是我一个 agent 遇到，是所有的 agent 做 sales 啦，不是讲做 property agent 啊，只要是做 sales 的，都100%会遇到这种人的，所以也是避免不了的这种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啦，大家应该要有一个互相尊重的概念，就是如果你约人家出来的话，要去看房什么都好 ，agent 会腾出我们的时间出来嘛。那你如果 as 一个 buyer 或者是有兴趣的是要去看房的，你也要 respect 一下人家把这个时间给你，而且是在还没有成交之前，全部都是 free service 的，所以你应该要 appreciate 这一块。虽然我们过后如果成交了，还是一样会赚到 commission， 但是在还没有成交之前，可能这一间不是你心仪的那个 unit， 我们都腾出我们时间给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互相尊重一下啦。你的时间是时间，我的时间也是时间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时间都是很宝贵的。还有什么最讨厌的顾客？就是比较 nasty 一点的咯，高高在上那种，很像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他就讲我不是没有钱，我买得起。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顾客啦。为什么会 trigger 到他讲这句话？好像是要找已经建好了的，我就讲，如果是讲要新的建好的话，就比较少啦，因为大多数在还没有建好就已经给他买完了。二手的话就可能需要头期咯，要一点时间去找啦，而且要看你在哪个 area。然后他就好像有一点不高兴，这样他讲你们 agent 啊，一直讲没有 unit 了，其实是还有的。But 实际上是真的没有什么有啦，我意思是讲 for landed 啦，那种有地的排屋，公寓 of course 还有很多，因为现在 landed 讲真的也很抢手啊，所以通常在还没有 launch 之前，在 soft launch 之前就被抢光了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以前可能还没有啦，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很多都是被抢光，还没有抢光的不密 lot 咯。OK，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人格的问题啦，这个避免不了，就跟 customer service 一样的，对，你接到什么电话，你遇到什么顾客，他的个性是怎样我们不懂。如果以后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 customer
customer 或者是我们的 client 的观众啦如果你们本身是这样子的人，就可以去找别人，不要来找我们 OK。 讲真的啦，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沟通，我觉得啦是必须要是良性的，而不是如果你另外一方面就是以那种好像高高在上啊，很 nasty 啊，我是顾客我大碗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就觉得不应该啦。因为人跟人之间是要互相尊重的，你是人我也是人，如果你 respect 我的话 of course 我也会 respect 你，然后我会跟你讲更多。如果你是那种一开始就对待我不好的人， sorry 基本上我是不会再 entertain 你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子啊，所以就很明确的让你们知道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agent。 如果你们喜欢那种人家求你们的 agent 的话，go ahead， 这边大把 agent， OK， 市面上有大把 agent， 有一些可能是他们很 OK 去求人家，这个是个性的问题，而不是贬值他人。每个人他们做事方式不一样，我们做事就是你给予我足够的尊敬，我也会给回你相对的尊敬，这样子。这个其实是我之前在小波做工一直到现在都一直秉持的一个概念啊，大家是要互相尊重的，没有高低之分。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顾客贪小便宜，我做 agent 也是有一个底线啊，可能今天我跟你讲这个价钱多少，可是另外一个 agent 他就跟你讲我可以 offer 你 commission， 他的 commission OK， 还有这样子的操作的，就是有一些 agent 他们会把他们的 commission 给他们的 customer， 转一个方式讲，那整个成交的那个数额就会降低嘛。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顾客的话，你跟我去找这样子的 agent OK， 坦白讲我是私底下不会这样子给佣金的啦，因为佣金就是我们的薪水来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薪水给了你，我们就做白工了。我会觉得如果你要求 agent 把 commission 给你的话，是有一点不 appreciate 他的那个 professional 啦。然后 agent 自己本身可能有一些同行在看啊，如果你们把你们自己的 commission 给出去的话，你们就是在 lower down 你们自己的 value。 OK， 没有对没有错，well 是你们自己喜欢的 method，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method。 但是如果你们要我送那种小礼物啊，搬家的时候给一些 gift 这样子 OK 啦，没问题啦，这些都是小事。可是如果你要 involve 到钱财的话，这个就 is a no no。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我遇到的一个顾客啦，我要讲他是小孩子气呢还是怎样，就是他跟我 booking 了一间 R&F， 他也是从我的观众那一边进来的可是他真的是很多问题，然后也就以为自己很厉害的那一种，自己是 expert 投资是吗？对，然后经过了一轮的叮咚之后，他决定了要 cancel 跟 refund 那个 unit。所以在 booking 之前我就有跟他讲了 ，booking 是5000块嘛，所以 regardless of 你的 loan 是 approve 还是你的 loan reject，只要一 cancel 的话，就会有 forfeit 一个1000块的 administration fee。之前 R&F 有过那个负面的新闻，他就很不喜欢富力集团的这个公司，觉得他很差。他就一直跟我讲很多 negative 的东西啦，讲他多不喜欢，他多讨厌。过后他就 refund 之后我就跟他讲会有一个1000块的 admin fee，他就不开心啊，他就讲为什么我要给这个1000块？之前不是已经因为 booking form 好像上面没有写的，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他们那个 R&F 里面自己定的。这是他们自己定的啦。虽然那一个房屋局就是 KPKT， 它并没有一个 rule 是讲说会 forfeit 还是什么，这个完全是取决于 developer 他们自己 setting 的一个 rules 来的。今天10个人来 booking， 另外一天可能那10个人就觉得哎呀不要啦，我 cancel 啦，这样子人家不是做了一场白工， that's why 才会有一个1000块 as 一个 admin fee 这样子的东西出现。过后整件事情过后就叮咚来叮咚去，这一位顾客呢，他就找到去那个房屋局 KPKT 那一边，之后 KPKT 就联系了 R&F 里面的负责人management 那一边，说终于他们就肯 fully refund 这笔 booking fee 5000块给回那个顾客。refund 的时候是 refund as 一个 check 这样子嘛，所以就叫顾客自己来拿。可是这位顾客呢，他就超级的 demanding， 你懂吗？他就叫那一个负责人去帮他 bank in 那个 check， 他死都不肯自己来拿那个 check。所以我 as 一个 agent 的角度啦，就是人家都给回你 full refund as 一个 gesture of goodwill 还是 exceptional basis 了，人家都给回钱了，你还要在人家去帮你做
做这个做那个这样子， OK 我觉得很不应该啦。你自己下来拿回去有什么问题嘞？等你得空的时候才拿也没有关系的啊，也没有强逼你讲一定要在这个礼拜内拿，还是怎样？你得空你就下来拿就对了啦。人家已经没有在赚你的钱了的嘞，人家也是很忙的好不好？你还要人家去帮你背印那个 check 啦，还有这个那个。这个哦，我觉得是个人素养的问题，我也没有讲这个 customer 他的素养不好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只是以我听了这整个事件的一个角度给出一些观点。第一，我觉得 developer 哦以后哦他的那个 form 应该要注明啦，因为要写这样子的话哦，顾客以后要 cancel booking 啊，顾客也没有得讲，因为有白纸黑字。我觉得这个 developer 那边可能也是有这个疏忽。第二呢，就是口头上其实已经跟这个 customer 讲了的，会有一个 cancellation booking fee for 1000块，但是到最后还是反悔，所以这个就是个人素养的问题。我没有讲你不好，只是反口这件事情哦，对于我们来讲啦，是一件有一点比较偏向负面想法的一个行为。然后第三就是可能我觉得他已经是怒火中烧，很生气，所以他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然后我觉得我们就算了啦，反正我们就只是跟你接触那么一次，我们也不是你们父母，也不是你们亲戚朋友之类，所以这个就 let it go， 不用管了。这个是我对这整件事情的一个观点啊。在这2年多里面啊，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heartwarming的一个 customer 一些行为啊？是有的，就是最近跟我成交的一个 case 咯，他们本身是新加坡人来的，他就来鼓励我咯 ，send for message， 鼓励我叫我不要放弃。你讲那个很爱开玩笑，然后很可爱的一对夫妻， OK 新加坡人来的，他们是打算住在 JB 这一边啊，然后还是有在新加坡上班的。这样子他可能会看到这支影片的，你要跟他讲什么吗？没有，其实我很感动的，你的那一封 message OK 鼓励了我啦，我也很 appreciate， 就是在 before 你来约我看房之前，你们先自己去走一轮先，你们大概先知道你们自己想要哪里了，你才来约我，这个我很感动啊，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啦，就省了我很多时间，就是有这样子的顾客， then 我也觉得很感动，就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们也还是给我 booking 了这样子。可能一个 example，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想要的 customer。也许会有很多人看到这支影片就讲，你们凭什么去选 customer？ 对呀I mean 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嘛，你们可以选 agent 也是可以选 customer 的，也是要看你们到底刚不刚那个 channel， 刚不刚那个 key。一样的，我们想遇到我们想要的顾客，然后你们想遇到你们想要的 agent 呀，这个没有对没有错呀，所以就是这样子啦。今天就是想纯粹跟你们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心得，然后也希望通过这支影片啦，可以让你们更加的了解我们的做事方式，还有我们的性格是怎么样。如果你们觉得想 engage 像我们这样子的 agent 的话，你们可以点击影片底下描述栏。如果你们想要买房 JB KL 都可以联系我们，联系 Winnie 啦，主要是他，因为我只是他的 marketer 而已。所以今天的影片分享就暂时到这一边，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影片，记得 subscribe 我们 like 跟分享，拜。拜。